你不是当时伤我的那个人，你的仙力远高于他。手下无用，我便亲自前来。我知道玄香教了你神器嵌体之法，如若你不自愿交出，我便无法取得。但是你仙力被封，敌不过我，现在交出来，我保证你朋友们平安无事。你到底是谁？交出神器，我便解你心头疑惑，让你死而无憾。若今日与你玉石俱焚，岂不更死而无憾？放心，我没事儿。北冥仙君，这是傀儡术。连带。嫌疑破损，必然殒命。无药可医，没想到你竟然能够集齐3神器，稳住了心脉。我更没有想到，这个傻丫头甘愿自舍真身相救，保住你的性命。凡所牵挂，皆为心障。她的存在，必定会是你的命门。你放了他，要不然我就亲手毁了这3件法器。哼！不要躺着！小小一只花妖与我的大计无碍。我只是想亲手要了你的命。唐昭，唐昭不要！唐昭，咱们昨晚不是说好的吗？浴血收婆都不会交出神器。我是小人。说好不作数的，对不住了，我必须要亲手杀了你，才能够放心。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了。看看你自己的手，普通的凡人法器困不住你，把你吸进玉葫芦，不过是想将同命咒种在你的身上而已。同命咒，没错，我们苦心研究出来的法咒，为了就是防止你杀人灭口。中咒人、施咒人命脉相连，你若是伤他，便会长出黑纹，伤他越深，黑纹便会越多。你隐秘行事，不过是不想惊动天界。若是满脸黑斑的回去，别人会引起怀疑。若想破咒的话，只需7日，不施仙法，精心修化。若是在破此咒之前，唐周不幸殒命，你便会和他一起魂灵聚散。我不相信！雨墨，你到底是何人？还敢装成我师父的样子？你仙意受损至此，又受了我一掌。我杀不杀你没有什么分别。7日之后，我自会派人来替你收尸。唐周，紫菱琳琅已经救下，送回夜来山了，放心吧。唐周，唐周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什么？不好！怎么回事？唐周，唐周，我的汉难之力为何注入不了？他这样下去会死吗？我方才暗中已经试过他的灵力，他冒险使用灵力，心力受损，元神不稳，而且他们必然已经知晓你四叶汉胆的妙用之处，在打斗当中动了手脚。现在赶紧将唐周送回夜来山，用温泉水进行治疗。
徒弟，刚才所发生的一切，你可都看清楚了，务必如实记录，上报天界。此事事关清离帝君应渊的生死，切勿怠慢。小仙明白，看刚才那神秘人的功法，至少是个修为极高的上仙，可那人面也不露。小仙仙职低位，只怕这信传到天界，到不了帝尊手里，就会被中途拦截呀。您放心，7日之内，我定会让他返回天界。到时候按照去信的线索去探，便知是谁拦了此信，此人便会真相大白。小仙明白，公子放心。你想了啊，谭公子，这里呢是耶兰山的温泉宝地，大伤小伤都能治。你放心吧，现在耶兰山所有的小妖都在想办法救你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谢谢你们。你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点恶心，想吐。是吗？我看你先前救琳琅的时候，不是挺威武的吗？哦，说不定是你在上天修行的时候，曾经被唐公子捉弄过。瞎说什么呢？我这身手，向来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。是。心灵不稳，猎魂症发作，没吓着你。后退。很不好意思啊，唐公子，我今天可能是肚子不太舒服。你的大恩，下次再来拜谢。改日我带着琳琅再来拜谢。每次见到你这位朋友，都觉得非常亲切，而且总想摸摸他的脑袋。莫非过往真的是有过什么机缘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别担心，这温泉倒颇有神效，耳目清明不少。真没想到，事情最终还是到了这个地步，这般连累你，我不知该如何报答。你这报答的不是挺好的吗？于山主若是我小气得很。我并非指的是颜丹，只要你给我找一块有山有水的墓地便好。偏不舍得便宜你。我是万妖之王，一个万妖之王治好了一个捉妖天师。这样的美谈，怎能放过？你不必多想，在此安心养伤便是。魔界人皆已丧命，那个神秘人明明功法招式，
都是天界仙法，可为何他还会傀儡术？我也传信问了柳微阳，他说，这个法术只有他和魔族的长老会用。可是那些长老早已成了生死场上搓磨千年的骨灰，现如今会这个法术的，除了他以外，还有一人。只是我不方便多问罢了。陶子气，没错。陶子气刚刚重生，心里绝不可能与那神秘人相提并论。但如果他在仙魔大战之前将此术交给了仙界同僚，我也这么想，所以我回信，要他们来山境一聚，想借此机会好好聊聊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何人习得傀儡术？颜淡呢？在藏书阁，为了你寻找治疗的方法，以及地址的线索。你中掌之后，体内仙气冲撞，脉息闭塞，无论是药石还是灵力，都无法注入你体内。如若不赶快找到破解之法，我怕你撑不了半个月。想杀我的人，当年出了纰漏。这一掌，想来他已思虑万全，无法轻易化解。神气所在，必生异象。我也一直在找各个神器的线索，唯有地址，从未听说过任何只言片语。纵使寻得了一个神器，也无法阻止仙衣破损。你虽游历四海，也不过是一人之力。我为万妖之王，手下掌管万妖，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地址的线索呢。若真注定一死，何苦拖延时日？那神秘人中了同命咒，与我一起魂飞魄散。至少，我死前的日子，能与你还有颜淡一起度过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于墨，为了颜淡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去做。我们只有7日的时间，7日后那神秘人逼出体内的同命咒，便会再下杀手。届时，或许野兰山都要大祸临头。可四海之大，典籍之多，我去哪儿找呢？难道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再死一次吗？燕丹姑娘，不好了！大殿里来了位妖友，要叶兰山给他一个交代。我才多久没回来，就有人敢来叶兰山闹事儿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。族长大人，之前的都是误会。您看看我们紫炎琳琅在我们山境养得多好啊，白净可爱的，皮毛这么的光滑。那绑架的事情真的都是意外，我们把他们像家人一样对待。您为什么非要带走他们呢？好了，别晃我了，都快给我晃死了！什么家人呐？琳琅来了山境那么久，一个名分都没有，还被来历不明的人掳走，险些出事。我们胡族讲究有恩必报。是。当初为了紫妍的性命，琳琅愿意下嫁，感情反倒是你们野兰山瞧不上我们琳琅了，是吧？不，我看您说的瞧得上，是之前我们山境遇到了一些事情，比较忙，所以就行，别拿事忙来搪塞我啊！要他们留下可以，姐弟俩被人掳走的账，我也能略去不提。林神妖，你扭是保不住了，族长。什么秘密？事已至此，我就跟你们说了吧。紫菱，你不是一只普通的乌龟，
紫菱乃是天上的神龟，师承仙世的北冥仙君，吸收玄溪崖的日月精华，所以它是一只仙龟。我以为我只是仙池里的普通乌龟，原来我的主子是北冥仙君，真的假的？你少说话。这就是紫菱的仙身。我还以为我妖元内丹长得别具一格呢，原来如此宝贵啊！岳父大人，只要你同意把琳琅嫁给我，这仙灵，我送给琳琅当囚体都可以。爹，你纵然是曾在天上修炼的仙族，可现在还不是下凡为妖了？我们狐族历来没有跟龟族联姻的规矩，哎，这要是传扬出去，我可怎么……我不在乎他是不是仙族，我只在乎他是不是一心一意的爱我一个人。爹，我求你了，您答应我好不好？您成全我们两个好不好？爹爹，求你了，您成全我们吧。我也求你了，我舍不得离开山境，也舍不得离开山主大人和颜淡姐姐。爹。听着，亲事需要在这山主大殿上办，摆满88桌流水席，以示庄重。爹，88桌，山境哪还有那么多银子？摆，倾家荡产也要摆上。还有啊，要找一个有头有脸的神仙来做证婚人。这，爹。你不是在天界修炼过吗？你不会连一个上仙都不认识吧？族长，冒昧的问一句哈，必须是上仙吗？于墨是万妖之王，他出来证婚应该挺有面子的吧？对。或者地仙可以吗？我认识一个土地仙，他人特别好，您看您要不……不行，我们走了。待你们找到一个上仙，再来狐族一亲吧。岳父大人，走。老族长还请留步。于墨山主，听说老夫喧哗无礼之罪，可是琳琅是我最疼爱的女儿啊。老族长爱女心切，我能理解。找个上仙证婚又有何难呢？下凡历难的帝君上仙，您可满意？帝君。琳琅与紫菱是因我而受累，我便做一回证婚人，为他们讨个彩头。帝君在上，老夫失礼。爹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啊！他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跪下！他就是唐天神，都跪捉妖的。帝君是我们狐族的恩人呐，创世之战，多亏帝君相救。狐族才逃过被修罗族灭族之祸。昔年狐族偷生躲战，天庭战胜后，本欲问罪，将我狐族赶出仙族。我等备受欺凌，皆因您的仁慈，为狐族保下了领地，我族才存活至今。狐族宗庙中一直挂着您的画像，每任族长皆感恩供奉您的恩德呀。我下凡历劫，往事已经不记得了。若曾经的善举能得到今日的善果，那必是好事。只要琳琅与紫菱两情相悦，我愿意和颜淡一同为他们做证婚人，为他们操办婚事。岳父大人，紫菱10000个愿意。若能娶琳琅为妻，我定视她为宝，爱其所爱，恨其所恨。即使天崩地裂，水河逆转，不改我心。若有失言，挫骨扬灰，不得轮回。是条汉子，这门亲事我准了。既然唐公子如此高贵，又与你们狐族如此有缘，那这88桌流水席是不是？
帝君，哦不，唐公子如果赏脸为小女做证婚人，是我胡族莫大的荣幸，怎还敢提任何要求？老夫愿倾尽胡族之力，奉上祖传万年的法籍宝典作为还礼。琳琅为野兰山结草衔环，做牛做马都是应该的，这是天定的姻缘。万年的法籍宝典，办！这门亲事得马上办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管好你那几个猎魂啊？到处乱窜，这晚上万一出来的话，会吓坏胆小的小妖的。醒来始终不见你踪影，我只好让他们去找你了。这正好呢，成全了一桩好事。你该怎么谢我？我看意外之喜是这箱法籍宝典吧，没想到那胡族族长还真是说话算数，这么快就托人把一箱子法典给搬过来了。我看这里面100-8千的册子里，肯定有破解神秘人内掌的法术。我看这本《芙蓉心经》还不错，专以本源亏虚，内阳外泄者修炼。这本不适合你。怎么不适合我了？我看看。我说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你。哎，你还给我！修炼此物，修炼者须尽除衣衫，另择一人以法力注入玄冰之中，用玄冰擦拭其全身。我看挺合适的呀。你这小人，适合你不适合我。哎，你干嘛？你说要救我的呀？是的不是？怎么知道不合适？我不要。这书上不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吗？哎，只擦一个地方啊！你不要要求太多了，好不好？还有脖子呢。你弄疼我了。哎，怎么不好意思了？我才没有不好意思，我很好意思。你好意思，那为什么你要停啊？继续。我这仙灵又开始疼了。既然那么疼，要不我给你擦擦呀？黑土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你快点吧，把头擦吧。行了，伤得那么重，多留点心思给自己吧。何况装病求怜爱，这都是我用过的招数，根本就不管用。有用就行，人之将死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。严旦，赵兰的回信，我放在藏书阁了，有空你去看看。此掌无药可解，对吗？怎么会呢？肯定有解决的办法。没看刚刚于墨都说了吗？赵兰已经回信了，肯定想到办法了。你等晚一些，我们商量好了，我来找你。你先在这儿好好泡着。严太，我在这人世间已经20载了，看来也没有什么成亲的机会了。所以，明天琳琅和紫琳的大婚，我们都开开心心的，好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，我也很开心啊。而且你相信我吧，
你肯定不会死的。枯石掌顾名思义，中掌者会如石头般经脉闭塞，无论是药石、法力都无法注入体内。救助者纵然法力再高，也会被本体击毁。若中掌者本就有脉息相撞之症，因无法调息固本，会在10日后毙命。此掌从无消解之法，劝君绝不可妄自施法相救，恐会累及自身，双双丧命。颜淡，吃点东西吧。我找到了，云梦，我找到了。你看，这个太素经里面有9981式，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可以修复延命之术。我能救唐周了，我可以救他的命了。颜淡，赵兰说了，此掌无解，如你非要用法力相救，法力定会回到你自己身上，没用的。那怎么办？我问你，现在我该怎么办？难道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，不去救他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跟你发脾气的，我只是……没关系，颜淡，唐周是我生死与共的朋友，我当然希望他能好好的活着。我知道，如果唐周死了，你定然会伤心欲绝。我从没有想过让你放弃。我已经散尽妖兵，下山寻找地址的线索，说不定一旦找到了，他的先例就会平稳了呢。这是耶来山欠唐周的，我们自当竭力报答。以目前来说，只有你开心，他才会开心，对吗？云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就你这快断气的样子，还想着给人证婚呢？待婚宴礼成，我便也死而无憾了。我死后，你再去寻一个新主吧。你若死了，这世间我再无可效忠之主了。我有一心法，或可一试。没用的，颜淡和于魔查遍了仙界法典，都是无解。心法最为好使，别再折腾了。我这个心法它绝对不同，你若学了呢，或许能有利撑到婚宴之日呢。怎么样，学不学？妖门邪术不学。你是我的剑主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呢？来来来，试一试。五感皆忘，6识为空，玄机逆转。我虽被下了咒，不能将你身世吐露，但还是让你学会了你父亲的独门心法——永夜功。只要你过了此劫，早晚会殊途同归。我修罗族也可心愿得偿。元帅，妙法阁掌事思璇所到法器已被魔族转移，
你速去找应渊帝君，让他务必拦截住丢失的法器，否则此战难以平息。是。山一长老，你挑动魔族内乱，若今日交出法器，我会留你一条全尸；否则，我只能顺应天命，除魔卫道。这九重天最强的法器都在我手上，休想让我束手就擒！解阵，诛杀帝君！修罗图腾，仙界的帝君竟然是修罗族之后。我想你的身世，今日也该告诉你了。你乃是上古恶灵之首修罗族，和仙界仙子所生。你额上的黑纹，便是修罗族的图腾。那我的母亲呢？当年你的母亲被你父亲蛊惑，她在生下你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被利用了。于是她选择了以身殉道，和你的父亲同归于尽。在临终之前，她把你交给了我。应渊，你本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，但当时你太年幼了，吾不忍杀你，于是抹去你额上的黑纹，亲自抚养你，教化你。但是应渊，你要记住，你修罗族的身份绝不可暴露。如果在仙界有人知道你是修罗族的后代，必会杀之而后快。所以你是仙灵之后，无父无母，记住了吗？帝尊，如今魔族内乱已平，被盗法器尽数追回，已录入了妙法阁。此战，天兵死伤1000，天将折损2名。火德元帅正在天医馆探尾伤员。这100年来，魔界内乱不断，每每累积仙界出手，方可平息。此次更因为思玄和魔族长老暗通款曲，将无数的仙丹送往魔界，才令战事焦灼数月。你此次下界，魔界的玄香可有异动？回禀帝尊，我的一应行动，玄香都鼎力支持。他多番表示自己生性自由，并无野心。我细细的与他接触之后，发现他表里如一，和光同尘，并非伪善之人。邪神玄香若真无野心，便是6界之福了。玄香如此性情，对仙界恐怕是喜忧参半。此话怎讲？玄香，他并不适合做魔界之主，他不喜欢权势，任由长老争权引发内乱。如今魔族看似内耗，但分久必合。若有一方逐渐强大的话，魔尊之位难保不会易主。
到时候大战在所难免，还请帝尊做好防备才是。明日起，天机阁天兵处停止一切修牧，皆由你来指挥，绝不能让魔界有可乘之机。是。帝尊，已准备就绪。行行。看见了吧，一个有锦绣仙途的仙官长士。连桓清都曾向我要过此人，却因为一个情字，与魔族中人珠胎暗结，违反天条。受情罚者，若不认错，至死方歇。帝尊，思璇执手数千年，一时被蒙蔽。帝尊，可否饶恕他这次？好，如若他肯认错，死后无留其元神，允其入夜望川洗净前尘，入凡界为人。思璇，詹姨长老已死，你还有悔过的机会。爱人已死，我岂可苟且偷生？况且，明明是这天条不公，我无悔亦无错。思璇，你因为情爱失志忘义，还在这信口雌黄，说什么天道无情，你知道吗？天条的守戒为什么是不容有情吗？因为唯有神仙无情，才可保六界平安。应元君，看见了吧？一个情字，一旦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长士有情，便死伤千万；而如果帝君有情呢？那将是六界的浩劫，没有人可以幸免。你知道，现在六界为什么可以暂时相安无事吗？那是因为妖魔冥三界暗流涌动，所有的逆贼正在等待一个机会，在等待你暴露弱点。怎么，动恻隐之心了？你今日的不忍，只会生出怯懦，而如果他日六界大难，你又如何面对呀？帝君，请你即刻杀了我吧！这9重天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你为詹姨受六界之苦，牺牲一切，而那人在死之前从未询问过你的安危，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帝君日后便知。我不会有那一日。情由心生，帝君难道就无心吗？我求求你杀了我，我宁愿怀着这有情的心死去，也不愿和你们这无情之人同活。我不愿意再受这不公的待遇了。我求你，我求求你杀了我！
法不可为逆。我能做到的，就是保下你的一丝元神。愿你能渡过忘川，重新开始，做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可以爱，可以为了自己而活。范归君，是你！颜淡，休得无礼。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。帝君与范归君是同一人。小仙鲁莽，不小心弄坏了帝君的衣物，还望帝君惩罚。玄仙崖的仙士怎会接触到此物？哦，对了，你的姐姐芷溪是在妙法阁任职。是小仙去拜访姐姐的时候，不小心弄坏了您的玉带，跟姐姐毫无关系，是小仙一人所为，还望帝君明察。损坏腰带没有什么大事，起来回话。多谢帝君。帝君果然大人有大量，小仙日后一定会多多。我说了没有什么大错，但并不代表不罚你。青云，在。偏殿是不是还缺打扫的人手？是。颜淡损坏玉器，性情顽劣，罚其入偃虚天宫侍奉，亲自缝补混元玉带，直到本君满意为止。唉，仙君，您别送了。今天我就要走了，你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唉，没想到你走得这么突然。别难过了，这以后谁来帮我破解棋局啊？唉，别哭了，仙君。仙君。我在您这宫里待了200多年，难道我除了给您破棋局，没有任何地方让您舍不得吗？您这么说，我可真是太寒心了。哎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袋法器，就当是分别时我赠送你的礼物了啊。哎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以后可要经常来看我啊。放心吧。仙君，这个法器沉甸甸的，我此刻终于感受到您对我不舍的心情了。这样吧，在临走前，我再帮您破一局棋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啊，好啊，来，我突然想到了，我知道翻归的那个小人是谁了。是谁啊？小人帝君这回总算是黔驴技穷了，这局还没有上一局难呢。哟，你这一子下的可妙啊，以虚打实。你看看，把他这一脚的活子全都打成了废子。哎，你这一招是怎么想到的？下棋对我来说，要不然就是捡漏，
看出对方的破绽，顺藤摸瓜，要不然就是打劫，把对方的变成自己的，变不成那就通通吃掉。往往后面那一种是非常艰难的，但是愚公移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的。妙！今日本想与仙君面对面切磋棋艺，没想到竟看到忠心仙士不舍救主的场面，本君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人了。哈哈，应元君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人帝君那句我就到了。看你们如此专注，我也不好出声打扰。你好歹堂堂的上神，你这样如此偷听别人的墙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唉，本君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影响的仙君一起作弊，真是惭愧。啊，应元君，你说笑了，你一定是看我破解棋局呢特别的辛苦，所以呢你就一次一次的降低难度，故意放水，是吧？刚才只是说笑。颜淡呀，去了偃虚天宫之后呢，由你亲自教导，我想他的棋艺和仙法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既然你的精力如此充沛，打扫偏殿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。以后呢，誊抄仙法破解棋局，自然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帝君您棋艺高超，每日肯定有很多神仙来找您斗气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难道……能者多劳啊！以后，所有人送来的棋局，自然是交给你来应付了。哼，你就是气我帮仙君破了你的局，公报私仇。是。还有，混元玉带尽快补好，莫要让其他仙士去催，白白浪费别人的时间。是。应渊这个小人，他表面温文尔雅的，但实则呢，肚子里一堆坏水，给我安排这么多活让我干，他就是故意想整我，小人。没想到。众人眼中如此完美的帝君，还有这样一面，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丰满了一些。哎，你到底跟谁一伙的你？好了，颜淡，帝君犯规不过是童趣之举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况且他与北冥仙君对弈，外人本就不该干预。你当着他的面说他是小人，他还能一笑了之，可见他宽宏豁达。是个正人君子。芷溪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你这是色令智昏啊你！你们知不知道偃虚天宫有多大？每天什么活都让我干，腰酸背痛的。还有那个书让我抄了一遍又一遍，我脑袋都快疼死了。多少人想来偃虚天宫还进不来呢？你有这样的福气，应该珍惜才是。芷溪，长侍，耍小聪明让妹妹顶罪，你们还真是姐妹情深。可惜帝君宽和大度，让颜淡因祸得福了。不知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心里酸不酸？有没有一丝后悔？若不是那一念之差，如今飞黄腾达的可就是你了。偃虚天宫的差也并不好当，颜淡每天甚为辛苦。这种不痛不痒的诉苦，你也信？不过就是炫耀罢了。颜淡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你说她是哪种人？不思进取的废物妹妹？双生莲必分强弱，大家都说你是强的那个。我看未必。
不然，帝君为何一眼挑中那个一无是处的颜淡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颜淡，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还不告诉我你写了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写这出戏的灵感，正是取自你给我推荐的那本《创世之战》。哦，上古初期混沌初开，修罗族以神器无双镜打开了摩天结界，掀起大战。帝尊携4大帝君救众生于水火，辟四海，创6界，这才有了如今的太平盛世。你写了这么一出拍马屁的大戏，实在是太鸡贼了。我如果只写大战，那所有的神仙都能看出来我在拍马屁，我才没有那么蠢呢。再说了，光写战争只会流于枯燥，根本没有那么好看。那你到底写了什么啊？我呢，以战争作为背景，从一位已灭族的上古彝族的视角作为切入，以小见大，以弱趁强。你选了什么上古彝族啊？为了相助4帝君，在创世大战中全族覆灭的九岐。你竟然翻出了九岐？正是，他曾被誉为6界当中最强悍的水族，上天为龙，入海为鱼，百毒不侵，水火不灭。可就这么厉害的种族，却在这些年的和平当中被人们逐渐遗忘了。如今除了我们，谁还能想到当年惨死的九岐呢？你是不是想到了自己，觉得同病相怜了？唉，4叶汉淡一族最起码还残留了我和姐姐，可是九岐连个血脉都没有留下来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传说九岐虽然善战，但却生来欲望浅薄，在每化人之前都会经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卡，没度过呢，就会灵力散尽而亡；度过了，便是浴火重生。阿晨，你所战之地，除妖冥2族之要害，恐有腹背受敌之嫌，定要小心。我会的。妖冥2族尚好对付，而你，风翼，平定了生死场，速速来找我。这是自然。我们不如打赌，谁先结束战役，我们孩儿的名字就由谁来取，可好？好。希望孩子诞生前，我们便可团聚。这么多年了，竟还有人记得我们九岐一族。停！哎呀，不对，你是九岐族赫赫有名的女将军，哪怕面对生死离别，你的眼神必须是坚毅的，你要压制住内心的不舍，明白吗？还有你，并不知道这一别将是永别，所以你的表情不能太过于悲怆，并且你要相信眼前这个人一定会得胜归来的。这样吧，大家再来一遍好不好？颜淡，时间不早了，今夜就先排到这里吧。明天一早大家还要起早侍奉呢。哦，那
那今日要不然先这样，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散了吧。走。哎，这儿的长师收了我们送的法器，没说什么吧？没有，帝尊重我亲闻，这个戏台子也荒废了很久，长师还乐不得我们用呢。那就好。唉，这第一章是写九旗2位将军的生离，最后一章是写他们2人的死别。啊，也不知道中间4帝君的戏份该如何写。好呀，陆明，竟然想吓唬我！哼！哇！我的戏文！我的戏文！兄台，你哪位啊？你为什么半夜来我房间，还会水系仙法？你说，你干嘛的？不说是吧？好，你不说的话，我现在喊天兵抓你了。天！我呢，只是一个刚刚偷偷化成人身的一个黑羽小仙而已。啊，我是无意间误打误撞的走进披香殿，看见你们正在排戏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我又想知道后续发展的情况，就偷偷溜了进来。我只是想看看后面的戏文是怎么写的。刚化成人形就长这么大？原来是水族，怪不得能灭火。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，就是你帮我抢救戏文的原因喽？啊。看来你这条小黑鱼还算有良心嘛。我之前认识的那条就没有你这么有良心了。看你的装饰吧，确实不像什么仙君仙士，所以你跟我来，当真是因为觉得我戏写得好？是啊。乾隆尊还有尊后的故事，我也很想知道后面到底发展的怎么样了。哦，对了，九旗呢本来是我们的4海龙尊，我很想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情况。你居然知道九旗？哦，我以为现在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九旗了呢。小伙子，有眼光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还没有名字。连名字都没有，看来他定是身份微末，处事艰难。是这样的啊，今天你遇上我，算是你的幸运。以后跟着我吧，只要有我在，保证带你吃香喝辣，做一个快活神仙，怎么样？若非是他在我渡关的危急时刻献出真身相救，我必不会这么顺利的成功化人。既然如此，就算做个跟班也无妨了。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当真如此？当真如此啊！你不是还没有名字吗？啊，让我来帮你取一个吧，等着啊。哎，当真如此？嘘。好了。这个名字竟然还不错，是吧？于墨。我明明写的是于黑土啊！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刚刚从小黑鱼幻化成人形，所以我觉得黑土很适合你。不，这名字未免也太土了吧？还是于墨好听一点。你看啊，是命运让我们相遇，又是缘分让我来看错这2个字，所以我决定往后还是叫于墨吧。虽说有道理啦，可是我还是觉得黑土比较可爱朴实啊。不是，还是顺应天命吧，往后就叫于墨吧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就叫这个名吧。
帝君，严旦求见。所谓何事？说是腰带补好了，帝君是否一见？叫他进来吧。是。针脚比上次好了一些，但丝线的颜色本君不喜欢，拿回去重新缝。帝君，那你到底喜欢什么颜色？随缘。帝君，您不是着急戴吗？我想的是，您把要求说得详细点，这样我就不会日日来打扰了。虽然急，但宁缺毋滥。反正你日后也要天天来。天天来？过来，破局。这盘棋局比帝君给仙君的那盘棋要深色奥妙很多，这是哪个宫的仙官给的？是我自己设计的，你看看，可否能解开？我试试。哎，这9重天的食材啊，可都是可以滋补灵力的，吃吧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就说了，我绝对不干偷鸡摸狗的勾当，你还偏要我坐在这儿。切，假正经。哎呀，9重天的这些蛋啊，可都是仙姬所下的，对仙灵会有帮助的哦。当真不吃？那我也不吃，我说不吃就……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说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是不是？我都说了，我的厨艺跟我写戏不相上下，好吧？哎，那你之前排戏的名字叫什么呀？《创世英雄传》。你戏的主角不是9旗吗？你觉得他们是英雄？他们当然是英雄了，在创世之战中，帝尊、4帝君是英雄，9旗一族也是英雄。在我看来，那些籍籍无名的小仙小族，他们只要为战争胜利战斗过、努力过，在我心里他们也是英雄啊。所以，这才是我写这出戏的意义。真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原来地崖上那棵昆仑神树，竟然是创世之战后挪移过来的。神族与魔族仅是一线之隔，而且此树灵力太过强盛，4帝君肯定是觉得不宜长期种在魔族，一方以后难以控制。反正我是无法体验大战时那种惨烈了。不过那棵神树，咱们倒是可以去看看。哎，我正有此意。不可！昆仑神树是靠吸收灵力为生的，若是不小心被它捆住，几百年的修为就要废掉。况且，地崖是9重天的禁地，若是被抓住了，可是要受罚的，知道吗？快点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2位仙友，救救我！
你是哪宫的小仙官啊？你怎么被这神树给捆住了？我一时贪玩，误闯了禁地，没想到就被这棵树给缠了。可是古籍上记载，只有对此树施了灵力，它才会主动攻击。你又为何偷偷在此施法呢？我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只是看叶子好看，想取回一片拿回去做书签罢了。小心，他骗我们。啊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刚刚在撒谎，那树上有刀痕，是不是你弄的？昆仑神树的枝叶既可以制毒，又可以制成灵丹，你一定是偷偷到此的。说，你是哪个宫的仙使？说。不要施法！啊！小心！